星月落，落入世间，世道化被人断肠。落日落，天空再让人遗忘。哟，九王爷这剪纸小象，倒好像有几分像贵妃娘娘呢。启禀皇兄，这小象乃是孟家婉宁。臣弟与孟家嫡女孟婉宁情投意合，求皇兄赐婚。与我情投意合，前世我不顾爹娘的反对，欢天喜地的嫁了过去。滚！他娶我，总归是有半分真心。九王爷一向谨慎，如何会在那日调出本宫的小象？这分明是你有意算计。你抢了本宫最心爱的男人，本宫如何能饶过你？好妹妹，也不知道你肚中的孩子像不像你。可惜了，还没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。都说了，这些脏手的事让我来就好。你的手天生就是图单口的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有你为我生下的孩儿，我怎么会在乎一个贱人生的种？陛下，九王爷怕是认错人了。臣女无品无籍，不过一介白身，怎么佩戴这7尾凤钗？这等献月之物，不该是宫里的娘娘才配用的吗？甄贵妃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都是臣弟不好。婉宁喜欢7尾凤钗，可她身位有限，臣弟便只能捡一张带凤钗的小象给她。好，婉宁，带本王回去，再亲手给你捡一张小象，可好？你就不要闹脾气了。原以为是桩风月公案，没想到竟是孟家小姐拈酸吃醋，拿这等事来构陷贵妃娘娘，未免太不知轻重。满京城里谁人不知孟小姐对九王爷情根深重？如今这般拿妆作态，岂不是惹人笑话吗？臣女与九王爷不过一面之缘，如何比得上贵妃娘娘与九王爷青梅竹马的情分？再说了，陛下早有旨意，召臣女入宫，臣女怎会与九王爷有私情？这一事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陛下容禀，婉宁早已定下入宫之事，绝不会与任何外男有所牵连，还请陛下明鉴。爱卿的家风，朕自然是相信的。都是臣弟孟浪，还望皇兄恕罪。罢了，你我兄弟有什么不能商量？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皇帝按下了这件事，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不是一直对九王爷有情吗？今日为何忽然改了主意？那小象明明并不是我，九王爷却非要泼给孙女，足见此人品行不端，绝非良人。孙女便是嫁过去了，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重生一事太过离奇，太像疯子的呓语，即便说出口，祖父也未必会信。再说了，孙女是孟家女，自然要为孟家出一份力。中宫空悬，储君未定，那储君为何不能是孟家所出？不错，只是贵妃一日不倒，你在宫中便一日不得安稳。那不是还有祖父吗？有祖父给婉宁撑腰，婉宁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贵妃的母家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品，怎么比得过咱们孟家？若是贵妃真敢在后宫与你为难，那祖父自然会在前朝为你做主。
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婉宁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你跟皇兄承认，那小巷是你的，本王立即娶你进门，到时候你就是王府的女主人，这不比在宫中勾心斗角来的舒服？在九王爷心中，我到底是有多蠢，让他连骗我都骗得这么不走心？九王爷真是伶牙俐齿，怎么没在贵妃入宫之前向她抛白这份心意？啊，你说过了，但是被拒绝了。贵妃都看不上你，你凭什么认为我孟婉宁会看得上？你以为你进宫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等着吧，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孟氏嫡女婉宁，柔家成姓，册封为婉妃亲子。不怪九弟对你念念不忘，就连蝴蝶也为你倾倒啊！这婉妃刚入宫就失宠，往后日子可不好过了。谁让人家贵妃娘娘连蝴蝶都招得来呢？将它送给祖父。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贵妃苏氏命格有异，才会引来群蝶，此乃阴阳逆乱之兆，必定败克陛下气运，扰乱坤道。陛下明鉴，那日蝴蝶虽来的奇异，但此蝶并非妖异，它名为凤尾蝶，京郊避暑庄子上便可寻见此蝶。九王爷的避暑庄子上就有这种蝴蝶。老九，你的庄子上好东西倒是不少啊。陛下，臣弟够了，又是小象，又是蝴蝶，你真是忙得很呐！陛下有旨，九王爷姬恒冒犯天威，闭门思过2个月。贵妃苏氏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，迁居冷宫。你这宫中未免太冷清了些，要不要养点小东西替你解解闷？臣妾谢陛下恩典。小姐，这是五皇子姬怀安，从今往后他养在我宫中了。小姐，陛下说的是养点小东西解闷儿，你这算不算阳奉阴违啊？怎么会呢？他很小啊。小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干嘛不自己生一个孩子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小姐，哎呦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跟你说我是重生的，你信吗？哎呀，小姐，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氏所怀乃祥鱼之胎，复贵妃位分。贵妃娘娘真是好福气呀！是啊，贵妃娘娘，您这肚子可真是争气呀！就是呀。看我还没来得及给妹妹道好呢。妹妹收养了五皇子，这份慈爱之心令人动容。只是妹妹这样年轻就急着收养皇子，莫非是孟家想要让外孙做些什么？姐姐这话妹妹就听不明白了。一个黄拓小儿，除了解闷斗趣儿，还能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淮安天资平平，比不得姐姐腹中的皇子。尚未出世，便有青天剑断颜大贵。待他日皇子降生，必能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臣妾绝不会。贵妃既有身孕，便安心养胎，少思虑些无关之事。是不合口味吗？母妃做的很好吃，是儿臣食量小。她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食量怎会跟猫儿一般？淮安，你可是身体不适，母妃这就去叫太医。
不用，儿臣没事。淮安，告诉母妃实话，为何不肯吃饭？因为父皇的圣旨说让母妃养个小东西解闷儿，要是长得太高，母妃就会把儿臣送回去了。傻孩子，你既然叫了我一声母妃，那我便是你一辈子的母妃。真的吗？可你要是饿死了自己，那咱们的母子情分……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婉妃娘娘，陛下有旨，传您即刻前往崇华宫觐见。你好好吃，母妃去就回。此物你可认识？回陛下，此乃贵妃娘娘诊出喜脉时，臣妾送来崇华宫的贺礼之一。你倒认得痛快。妹妹，本宫知道你心怀怨怼，本宫可以给你赔罪，千错万错都是本宫的错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怎能用如此阴毒的手段来害我腹中的皇儿？贵妃娘娘的指责，臣妾听不明白，还请陛下给臣妾一个明示。微臣在此镯子上验出了麝香的痕迹，擅妒狠毒，残害皇嗣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李太医，麝香之姓，何曾有6个月的潜伏期？你是太医院圣手，应当比臣妾更清楚。这镯子是6个月前臣妾亲手送来的贺礼，娘娘日夜佩戴，朝夕不离，6个月，180余天。麝香若是涂抹于表面，虽药效强劲，却易被察觉。此镯子却是被麝香熏蒸了1年，进入肌里。如此一来，药效虽慢，却可杀人于无形。好一个杀人于无形！此等阴私手段，不愧是孟家女！来人！陛下，此镯并非臣妾送的贺礼。这镯子就是你当日送进崇华宫的贺礼，如今改口，怕是晚了。那一日，臣妾前往崇华宫道贺，路遇一个行色匆匆的小内侍，说是要替九王爷送礼。贵妃怀上祥瑞之子，天下同喜。九王爷虽在禁中思过，仍派人寻得红玛瑙镯子，但是宫规森严，外男之物无旨不得擅入后宫。臣妾不忍看着那个小太监犯禁，便以臣妾的名义将镯子送进了崇华宫。九王爷买镯子一事，并非无迹可查。此事半真半假，九王爷买镯子是真的，假的是我并非偶遇，而是守株待兔。都怪臣妾一时心软，险些害了贵妃腹中的龙子。臣妾真的没有想到，九王爷竟会对皇嗣下手。你胡说！即便这镯子是九王爷寻来的，可东西毕竟是经了婉妃的手，偏知不是婉妃在暗中动了什么手脚，既害了臣妾腹中的皇子，又能挑拨陛下与九王爷，其心何其毒也！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贵妃娘娘的指责，臣妾不敢领受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还要请教李太医。李太医说镯子熏蒸了1年，臣妾却只经手了半天，莫非李太医在说谎？微臣，陛下，李太医他陛下，要么九王爷心怀鬼胎，意图谋害皇嗣；要么李太医医术不精，为了推卸责任，胡乱攀污。陛下，您千万要彻查此事，不要让贵妃受委屈啊！陛下，李太医本姓李，其父因冒犯天威被先皇处死。李太医怀恨在心，隐姓埋名，借着臣妾腹中的龙子来动摇天家亲情，离间陛下骨肉。晨儿，你也要为你的家人想一想啊！微臣罪该万死。我的肚子好痛！传太医，把所有太医都给朕传来！
淮安，你拿着这个做什么？母妃，贵妃娘娘这一胎是祥瑞之胎，若是出了差错，父皇说不定会迁怒您。放心吧，贵妃这一胎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母妃，你不恨他吗？若是不恨他，我如何会让他平安生下这个孩子？好啦，小孩子熬夜会长不高的。母妃，我还会长的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贵妃娘娘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好戏终于要开场了。天降祥瑞，陛下鸿福冲天。听说皇上现在能夜遇使女。母妃，世界上真有神医祥瑞吗？淮安，你记住，神医的是人心。前世我在九王府中亲眼见到他们如何炮制祥瑞。这世上最能造神的是人心，最能毁神的也是人心。母妃既知那些不过是戏法，为何不当当揭穿呢？哎呦，这个呀，你自己悟。悟出来之前不可以出宫门哦。二皇子行为不端，禁足3月；三皇子御前事宜，罚俸半年；大皇子私通庶母，圈禁府中，永不复出。本宫的皇儿因受了惊吓早产，以致先天不足，体弱多病。本宫这个做娘亲的，真是心如刀绞。幸好陛下请了高僧入宫，五皇子的八字与本宫的皇儿相合。只要他于佛前跪经7日不饮不食，以自身福缘续命，就可保我皇儿平安。此乃积德行善的好事，妹妹应当不会反对吧？淮安的生母早亡，八字却与贵妃的祥瑞之子相合，这传出去，你敢诅咒本宫？不敢，我只是担心淮安的八字不够映衬小皇子，不如让我替他祈福。母妃，我乃孟家嫡女，阁老孙女，父母俱在，姊妹和顺，天生的富贵荣华命，八字应与小皇子相合。好一个孟家女啊！等本宫凤印在手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们孟家。婉妃娘娘，陛下有旨，传您即刻前往宫宴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和皇儿做主啊！婉妃自告奋勇为皇儿跪经祈福，臣妾不忍辜负她心意，便准许了。谁曾想祈福不过3日，佛堂便骤然起火，这肯定是她心不诚，惹怒了佛祖。皇儿本就因早产体弱，如今祈福被毁，若是有个3长2短，臣妾也不想活了。人人都知道小皇子乃天降祥瑞，关乎我朝国本。婉妃破坏祈福，往小了说是戕害皇嗣，往大了说便是对皇兄不敬，意图动摇国本啊！将婉妃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孟家教女无方，罢职免官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不许动我的母妃！母妃是替我去佛堂祈福的，若有什么罪责，都该由我来一力承担。淮安，退下。陛下，此次佛堂大火的确是天罚，罚的却不是臣妾的心不诚，而是有人欺君。胡说八道！陛下，您不要再听他拖延时间了。贵妃娘娘如此心急，是怕我当众说破您和九王爷的丑事吗？臣妾在佛堂跪经，
亲耳听到佛像开口，佛像说小皇子并非陛下亲生。血口喷人！孟婉宁，你为脱罪竟敢编造此等诛心之言，罪加一等。此等混淆天家血脉之事，触怒上天，这才有了天火焚毁佛堂。孟婉宁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陛下，佛祖给了臣妾证据。孟婉宁，到了此时你还在装神弄鬼，意图惊吓皇儿。陛下，太医皆知，3月婴孩已可辨别鲜艳色彩，小皇子却对臣妾手中的帕子无动于衷，并非愚钝，而是因他先天不辨红绿二色。不辨红绿，仅凭这一点，你就说皇儿非朕亲生？请问九王爷，这是红帕还是绿帕？你说不出来，因为你跟小皇子一样，生来不能辨红绿。若非我前世嫁给他，绝不会知道这个秘密。贵妃与九王爷曾议过亲事，陛下毕竟年纪大了。嘘嘘，你不要命了？只是皇叔，不能说明什么。九王爷母妃余嫔，不辨红绿。我早猜到他们会抓住这一点辩白。他外祖父也曾穿红靴配绿靴。这些人陛下一问便知。还有九王爷外祖父的生母和他的同母兄弟，这些人尚在人世，陛下传着一问便知。这分明是九王爷母族代代相传的血脉之证，与叔侄关系不相干。贱人，你弟，你们好得很！陛下，皇儿毕竟身负祥瑞，该给今夜的乱局添上最后一把火。陛下，小皇子出事次日，锦鲤献福，并非天降祥瑞，而是九王爷让小太监在水池下将喂食器摆成一个福字。九王爷费尽心思让小皇子身负祥瑞，就是为了让陛下立小皇子为储，日后继承大统。佛祖慈悲，不忍陛下被蒙在鼓上，特托臣妾的告知陛下。够了！苏氏秽乱宫廷，欺君罔上，混淆天家血脉，罪不容诛。苏氏褫夺一切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择日凌迟处死，那个一同处置。皇兄饶命！臣弟真的知错了。住口！传旨，削去一切王爵，贬为庶人，押入宗人府，非诏永不得出，给朕严加看管。陛下饶了皇儿吧，他还那么小，陛下。皇帝会恨苏真儿和九王爷，更会恨我这个将他的脸皮撕下的人。我乃至我背后的孟家，都会在今夜被清算。陛下，佛祖还告知了臣妾一件事：您的每日饮食中被九王爷串通心腹，掺入了朱砂水银，造成龙体强健的假象。陛下！陛下急怒攻心，风邪入窍，体内余毒未清，毒损经络，此为中风偏瘫之兆，龙体损伤已不可能。
阁老，朝中清流皆已联络妥当。五皇子虽年幼，却是可造之才。我等愿联名上奏，请立太子。那便如此，明日早朝联名上奏。加尔第五子安远王怀安，孝有温公，仁厚宽明，可册为皇太子，受尔册宝，以固国本。圣上病重，太子监国，臣等自当竭骨刚之力，辅佐殿下。罪人吉言逃至北境，勾结葫芦10万铁骑，以攻破居庸关。居庸关乃京师西北门户，门户洞开，葫芦铁骑不日便兵临城下。其一，即刻关闭京城9门，全城戒严，许进不许出。第二，命京畿大营5成兵马司全力部查物资统一调配。其三，800里加急，传令各地陆军速发秦王之师。其四，孤身为太子，当与将士同进退，护卫京师，诛杀逆贼。儿臣此去，必守住这万里河山。怀安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乖皇儿，快睡吧，你父王就要来接我们啦。是不是韩郎来了？他派你来接我了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他会来，说何国他会回来的。皇儿呢？还有皇儿，让他来接我，我的皇儿！你果然知道九王爷留有后手，连孩子都提前送走了。苏真儿，你能联系上姬恒，对不对？你别得意，等贺郎攻破京城，坐上龙椅，我就是皇后，我的皇儿就是太子，你们都得死！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恒郎是靠着什么办法才能让葫芦的铁骑为他所用的？我的恒郎是天皇贵族，那些蛮子能帮他，是他们的造化。葫芦3大部窥伺中原已久，此次肯倾力相助，是因为你的汉郎娶了葫芦大汗的纣女为妻，他向葫芦称臣。你胡说，你骗我！恒郎不会，他说不要让我当皇后，我还给他只生了一个皇儿，他不会负我。苏真儿，你真的相信姬玉会带着一个婴孩逃亡吗？他怕孩子的哭声引来追兵，在逃到关外的前一夜，将你的皇儿遗弃在了荒野冰河之上。我们的人找到他时，他小小的身子早已冻硬。果然，他果然知道姬恒在哪里。这一跑，便是带我找到了他的老巢。恒郎，我就知道你会想法子来见我。他们关着我，折磨我，那些贱婢，我每日每夜都盼着这一刻。真儿委屈你了，放心，很快这一切就会结束。等我攻下京城，定要将那些欺辱你的人千刀万剐。我们的皇儿呢？他好不好？他被送出宫那晚，腰后面起了些痱子，我特意在襁褓夹层里放了一小瓶用桃汁煎的水，那水清凉，最能去痱止痒。真儿，你可以歇了。那桃汁水确实清凉。你可有记得给他涂抹？当然，我早就涂了。那点小爪子第2天便好了。我今晚本想带皇儿来见你，只是现在时局未定，实在不安全。你再等等，等攻破京城，再带皇儿与你团聚，好不好？真儿，你和孟婉宁同在宫中，若能找机会在她饮食中下毒，前线姬怀安必定方寸大乱。到那时趁势猛攻，一举拿下京城，做我的皇后，好不好？皇儿有你照顾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好，恒王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只要能和你与皇儿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臣妾恭贺吾皇登基。真儿，我此生必不负你。酒里有毒！是啊，恒郎，你我永不相负。为什么？真儿，为什么？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恒郎，我给过你2次机会。第一次，我问你皇儿，皇儿从未长过什么痱子，你若真心待他，哪怕片刻，便会知道我在试探你。可你没有！你若是真诚实的告诉我你抛弃了皇儿，我或许会恨你、怨你，但也会原谅你。
逃亡途中大人尚且难活，何况婴孩？可你没有！你为了让我给孟婉宁下毒，居然用皇儿来骗我！你骗我，一直骗我，骗我说只爱我一人，骗我说会让我当皇后，骗我说皇儿安好。你心里只有你的野心，你的龙椅。现在世之单一亦不可夺了。敢完蛋的！出击！前线大捷。太子怀安即皇帝即位，改元昭武。母后，儿臣幸不辱命。万里江山，如今都在你的肩上了。前路或许仍有风雨，但母后永远是你的同行之人。往左，不对，往右，不对，再往左一点。殿下，您这是？嘘，翠芝姐姐，你别出声，她要被你吓跑了。谁？刺猬，我方才看见她钻进去了。殿下，要不拿块桂花糕引她出来？太傅说了，刺猬昼伏夜出，白日里是不出来的。那您还在这守着？你们主仆二人是打算在墙根底下安家了？太傅今日布置的课业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今日学了什么？尚书无益篇，可记得其中要义？君子所其无益，先知将素之艰难。母妃，什么是将素？家色就是种地，春种、夏耕、秋收、冬藏，一年到头不得闲。你往后要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会落到他们头上。那母妃，儿臣往后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吗？母妃想你，一定能。午膳没用。太傅说儿臣写字太飘，让儿臣多练了3章。胡闹！让小厨房把煨着的山药排骨汤端来，菜不必多，2样清淡的小菜，米饭盛软一些。母妃，儿臣不饿，不饿。好像还是有点饿的。翠芝姐姐也坐下吃吧，奴婢一会儿去后头吃就好。坐下吧，又没有外人。母妃，今日大夫还讲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说古时候有个国君喜欢吃一种鸟的舌头，就下令天下人给他进贡那种鸟的舌头，结果鸟被抓光了，田里的蝗虫没了天敌，蝗灾四起，闹了3年饥荒。太傅说，国君的一点点喜好，到了百姓那里就是天大的事。母妃，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怎么，怕我也去祸害鸟舌头？我喜欢的东西啊，不用抓鸟，不用扰民，安安分分的在盘子里待着呢。娘娘说的可是糖蒸酥酪。娘娘快来看，又开了好几朵。去年移来的时候还是光秃秃的几根枝，奴婢还以为活不了呢。1、2、3，母妃，一共开了11朵。去年刚移来的时候只开了3朵，为什么今年开的多了？因为它在这里生了根。母妃，这朵最好看。是好看，颜色像娘娘装甲里那块芙蓉玉。怀安，过来，伸出手来。今日练字，太傅打了手心，怎么不告诉我？太傅打得轻，不疼的，是儿臣自己写的不好。太傅说了3遍要注意笔锋，儿臣还是忘了。怕我担心。怀安，你记着一件事，在我面前不需要逞强。
摔了可以说疼，累了可以说乏，受了委屈也可以告诉我。你是我养大的孩子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一个会疼、会累、会犯错的活生生的人。往后要你扛的东西很多，但在我这儿不用。殿下看好不好看？歪了，歪了吗？这下好了。母妃，大夫今天还讲了一个典故。什么典故？说古时候有个人种了一棵树，头一年树矮矮小小的，被风一吹就歪了。他拿木棍把树撑起来，日日浇水，从不间断。后来那棵树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树冠能遮住1亩地，来往的行人都在树荫下歇脚乘凉。太傅问儿臣，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？你怎么答的？儿臣答得不好，大夫说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怎么答的？儿臣说种树的人很辛苦。太傅心里大概想的是10年树木100年树人的大道理，想让你明白持之以恒、功在千秋之类的意思。可以我看来，你答得比大夫想的好。先看到种树之人的辛苦，而后才能想到100年之后树荫遮天的功业。太傅教你的是一个道理，你自己悟出来的是另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做人也好，治天下也好，看到农人的汗水，看到臣子的为难，你看得见人，人便看得见你。就像母妃看得见儿臣手上的板子，也看得见小厨房里烧火的嬷嬷手上生了冻疮，就让人送了药膏过去；看得见太傅讲了1天课，嗓子哑了，就让翠芝姐姐去送枇杷膏；看得见小花园里去年快要枯死的月季，让人换了土，施了肥。母妃，种树的人也很辛苦。傻孩子。殿下可真能哭，该回去了。母妃，刺猬会冬眠吗？会的，来日方长，它还会再出来吃桂花糕的。